大家好，在知道要连续降雨前，已经计划性的先拍下照片，用来思考如何重搭狗屋了。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雨势也不算很大，就是风有点大，加上惊有点疯狂，直接不给思考的时间，要求赶紧开工不愿意睡屋内的下场，终于也付出代价。只是他很厉害，竟然全身都是干的。这带有轮子狗屋的前身很可能是传统槟榔摊下方的底座原本下方有2个抽屉跟置物柜至于来源已不可考。由于怕人的狗性又不肯睡屋内，当初让他试睡看看，却很得他欢心虽然空间不大，却很有隐蔽性跟安全感原本计划趁连续降雨的时间才来改造，结果他提早发难只好将这底座不耐他破坏的地方都打掉。只是破坏打掉的过程，觉得既然有金属支撑干脆底部的木头结构全部都打掉重搭会比较容易拆除结构清理完毕后，整个架构只留下金属跟轮子的部分虽然说是要打造方便移动的狗屋但是轮子的部分还没有快速移动的需求，就先不进行润滑或是更换毕竟狗屋平时还是得固定在位置上接续就是开始找可能适合的材料。这是太除后留下的拉帘原本打算要在反季节区挡日照用的，而底座可以找到相同厚度的木板，就这2块看了一下面积，应该是够用不过得费工一点进行裁剪转向就在一旁监工的不知是否满意看到镜头就很害羞的跑走了。最后考量到惊人的破坏力下决定还是使用厚一点的木板。不过这木板也算是很有历史这还是小时候曾经睡过的床板先依据内部高度进行裁剪，裁剪的时候可以比内部略小，万一过大放不进去，只差一点大小的话，小面积要继续裁剪会很容易破裂目前高度是可以的，若是真的要拉在路上跑，宽度得再进行裁剪，不然若是要偷懒，就可以卡在轮子的缝隙里隔板全部裁剪完毕之后，考量到很快又有连续降雨，木板贴皮跟修饰可以在雨天做但是基座这钢材要上漆得在湿度低的时候，所以就先处理这需要上漆的钢材，先用粗砂纸进行除锈磨平，感觉速度太慢跟费力改成用小钢刷钢刷的速度比较快之外，也可以局部施力，力道也会比较强不过也可以先使用钢刷后再用砂纸磨一下。在上漆之前，先做一下模拟的动作考量到要一次上漆完成，先模拟底部做好翻起时的操作顺序这样才方便不容易在涂刷时碰触到油漆而这有轮子翻下时刚好形成自然的垫片，由于内部刷完之后，人在外面刷不容易碰触到就优先从内部刷起刷完之后感觉外层也可以一起刷一刷不过若不先翻起刷底部，最好是先将上层刷掉，
尤其是要倒下贴地的那一面，不然翻起时若油漆未干，手不好施力，贴地的那一面也会让刚刷好的漆碰触到地面，因此整个刷漆过程会跟房屋顺序略有不同，不是由上而下，应该是先翻倒刷底面，底面刷完再翻起刷内面，最后才刷外层，这样要一次完成，流程会更为顺畅。另外，这没有再使用红单防锈，就直接上漆，上的是油漆单色的原因就是背后柱子刷漆后的残料，要再增加色彩是可以再上水泥漆水泥漆还有剩把油漆变成红单的角色而已只是这样的配色就又跟墙壁非常接近了。由于狗对颜色的判别也只有深浅感觉对狗应该没有很大的意义就省事一点。底座算是上漆完成，出现了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不知开大门走大路，让进出的地方改成一大面，或是维持原来只留半面门，增加隐蔽性与安全感毕竟惊惊是有社恐的一只狗挣扎中。谢谢收看。